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核心概念，联合平等待我之民主，借历史告诉所有的受众，郑丽文加入国民党，为的就是要推动两岸的和解，推动国共的会谈。谁一路走来，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1925年的3月12日，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当时国际媒体都用非常大的篇幅报道，30万民众涌上街头送殡，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当时的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30年。因为1895年乙未割台，然后到这个是1925年，30年。台湾人的身份尴尬，处境艰难。没有办法像在大陆的中国国民可以直接宣泄对中山先生去世的悲怆之情。台湾人在日本人的钳制和打压之下，仍旧盛况空前的举办了各项追悼会。这里讲一个背景，原本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是非常友善，同盟会几年成立，在哪里成立？1905年，日本东京。所以本来这么说吧，日本政府是非常宽容孙中山，甚至日本民间很多志士是支持孙中山的。原因很简单，站在公利的角度讲，日本政府透过孙中山来钳制清朝，这是一个棋子；站在一个认为日本应该带领亚洲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讲，用孙中山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而在现代化中国来跟现代化的日本来合作，创造东亚共荣圈。那后来这个东亚共荣的说法就变成日本的军国主义派扩展的一种说法，一种保护伞。日本的左派是相当挺孙中山，那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常常跑来台湾干嘛？搞革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个，因为罗福新苗栗事件，所以这改变了殖民政府的态度，说哇他妈你搞到我头上来了，这个就让他们就比较警惕了。所以孙中山在台湾有大量的粉丝，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日本政府呢不喜欢台湾人学习政治、法律，都让台湾人去做的老师跟医师。那因为医师是日本的话，他当然是有西医制度了。那孙中山又是个西医，所以在台湾有一大堆医师就迷上了孙中山，上医国嘛。在里面最有名的是谁呢？蒋渭水。对，就蒋渭水。对台湾历史影响很大。到今天从台北到宜兰的5号到5号。就梅花5，就蒋渭水高速公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过世的时候，台湾各界空前的追悼，而总督府则是打压。但是吊歌跟吊词都遭到了日本当局的禁止和检查。得知国父去世的噩耗之后，台湾各界悲痛难忍。蒋渭水先生亲自撰写了《台湾民报》的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孙先生死矣。文章一开头就表达了对伟人陨落的难以置信，一句“想此刻4万国民正在哀悼痛苦吧，希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充分的展现了当时台湾人哀痛难舍之情。蒋渭水所呈现出来对孙中山的这个悼念之心那是完全充分的显示了当时台湾的知识界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情怀。郑丽文用这个角度是过去几乎没有人提过的，我们只有讲过概略，就是说讲过框架。台湾有一批孙粉，而且影响很大，但是这是第一次有政治人物从这个角度去诠释日本殖民时代之下台湾人对于中国近代的这场革命，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想法，对于孙中山这个人，这个角度真的是非常厉害，既反映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之下的悲惨壮景，也呈现出台湾人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对于国家的一个向往。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在殖民地统治之下，台湾人依然勿忘心怀祖国，依然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依然知道中华民族的伟人叫孙中山，依然感同身受孙中山的逝世带给4万的老百姓的悲痛。南京街头30万人上街台北街头也是到处举办着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即便日本总督府非常不以为然，打
打压。此外，张我军先生在《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当中也写道：“孙先生，你可知道，在海外的孤岛中，也有一个无名的青年在雄泪满襟。”一句话道尽了台湾人被殖民统治的悲惨心情。该文也因为日本当局限制台湾人不可以用国父来悼念孙中山，所以只好改称弱小民族之父。你看，这是何等的悲哀！弱小民族之父梁启超引进了东亚病夫4个字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有多少的读书人愤而起之？不管他成为立宪派，或者他变成革命派，大家都希望救中国。而这样的情况，后来谁把这个大旗给扛了？就是孙中山。这就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绿营要吹捧袁世凯，贬低孙中山的吗？因为在整个日本殖民时期，孙中山影响力是无远弗届，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讲国父，只要讲弱小民族之父啊，中国啊，中华民族啊，4个字写不出来，只能中华用弱小去全代啊。郑立文找着这个切入点，跟大家传达一个意念。其实，在历史当中啊，台湾人是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被殖民统治之下的悲哀，但也深刻感受到台湾必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的。在大陆，哭中山之死，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在台湾，哭中山之死，却要想方设法、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因为中国的积弱，台湾才在甲午战败之后沦为殖民地。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乙未割台，1900年八国联军辛丑合约，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因此，台湾的知识精英、有志之士对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非常关注、期待、向往，甚至积极的投入、参与、资助、效法、学习。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台湾人满眼兴奋，在台北的大稻埕商家集体的悬挂庆祝汉族光复的布条，总督府立刻出动宪兵强制拆除。台南宝美楼戏班将黄花岗的故事改编成歌仔戏72烈士，总督府立刻以妨害治安将以查禁。1912年的3月，台中雾峰林家族人集体剪掉辫子，焚毁变法时，高呼追随孙先生的革命精神。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希望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可以奋发图强，早日收复台湾，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当然，当时不只是台湾，包括中国周边的国家，乃至整个的亚洲，尤其是当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莫不受到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鼓舞。孙中山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更是因为先生为了全世界有同等命运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的坚持和信念。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可以奋发图强，早日收复台湾。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殖民总督府为什么罗福新搞苗栗事件吗？就是看到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啦，所以现在还有人在黑孙中山，说孙中山对革命没有贡献，他当时人在美国，在美国丹佛的旅馆里面根本没有影响力，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孙文一回到中国，当时可没飞机坐船回来，一堆人跑去码头接他，簇拥而归，希望他接任临时大总统，大家是虚位以待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当然，当时不只是台湾，包括中国周边的国家，乃至整个的亚洲，尤其是当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莫不受到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鼓舞。孙中山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更是因为先生为了全世界有同等命运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的坚持和信念。
孙中山也因此受到了台湾人特别的尊崇，成为台湾民族解放的导师。民族主义对当时台湾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首先，第一个，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普遍自我认同依然是中国人；第二，台湾人普遍被日本人所打压、压制，甚至是侵犯，原住民最惨。第三个，因为日本人刚才讲的阴错阳差，他搞了一堆医师出来嘛，很多医师都是真正的孙粉。而台湾的民族解放是什么？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里面的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啊。孙中山在逝世之前4个月提出了大亚洲主义的论述，有别于日本为了掩饰扩张侵略的野心所宣扬的。中山先生倡议以亚洲民族同盟的形式提高亚洲弱小民族的地位，并且呼吁日本勿再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要善待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孙中山以东方的王道文化对比西方的霸道文化，主张要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爱，仁义道德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所以这就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绝不能像当年日本只想着自己崛起之后复制西方的帝国主义。这句话今天大陆是放在心里，讲在嘴里，真的去奉行这件事，不搞帝国主义扩张，这就是郑丽文的程度，这也是郑丽文对孙中山理论理解的程度。今天的台湾有一大堆政客啊，跟着美国的军购案说该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明明是个空包弹，7000亿到现在不交货，然后面的军购怎么交货怎么维修，这是关键。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中山先生的理想继续在荆棘跟瓦砾中踽踽前行。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列强环伺，这代表孙中山跟袁世凯这些主从之位也是讲清楚了。袁世凯的定位就是一个狼子野心啊，一个军阀割据啊。中山先生的理想继续在荆棘跟瓦砾中踽踽前行。台湾的抗日行动也从前期的武装流血转为文化抵抗。这里有个关键啊，这就在讲台湾人在面对同样形势之下，台湾人怎么继续坚持对抗帝国主义的道路，对抗日本殖民的道路。它充分的融入了整个跟中国一致性的一个道路的过程。前期很激烈，武装流血起义；后期夺得政权，文化抵抗，对抗同化。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蒋渭水等台湾知识精英要用文化运动来保住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推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方争取台湾人的自治权。孙中山先生死后，蒋渭水仿效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1927年组成了台湾民众党。孙中山是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当时是第1名毕业。孙中山的那一套诊疗器具，它是属于内外不分科，所以孙中山一死啊，他的影响力不但没有衰减啊，更是扩张的无远弗届。所以为什么蒋渭水后来组成台湾民众党？重点来了，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为本，写成了党纲，完成了台湾民族解放的论述跟行动纲领。当时苦难的中国自顾不暇，总裁蒋中正先生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还精巧的加了一句话：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儿八经的把中华民国给讲出来，而且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只要你够聪明，你就能喊中华民国。是的，好不容易北伐成功之后，立刻面临了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8年抗战，血泪斑斑，一直等到日本战败之后，台湾才终于结束了长达50年被殖民统治的厄运。这紧扣着孙中山，紧扣着台湾，利用台湾被殖民统治，台湾人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跟死的时候，怎么去反映这段历史，把它扣住了两岸。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陷入了国共内战，讲得很清楚，不回避，不躲避，直接引申。同一时间，陈仪负责接收台湾发生了228事变，2年之后，不但在台湾内部发动了清乡运动跟白色恐怖，台湾也因此历经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至今日，两岸之间仍旧因为130年前的甲午战争，沿着台湾海峡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刀所砍劈的伤口，至今无法愈合。为什么两岸时至今日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历史进程的发展。
孙文要对抗的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势力，但是灾难从来不只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还有很多是源自内部的矛盾分歧所导致的自相残杀。借历史隐喻两岸不要自相残杀，借历史告诉所有的受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受苦遭殃的永远是无辜的百姓，底层的人民。21年前，2005年初，两岸关系极度紧张，国民党连战主席希望代表台湾最新的主流民意，为两岸破冰。立文深受感动，接受了连主席的邀请，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党员，按破冰、国共和解的历史使命，特别选在当年228纪念日的前夕，邀请了白色恐怖之下最后的一个死刑犯陈明忠老先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演讲。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象征了国民党正式面对228事件，敢于做这样的事情，打破了很多藩篱，而这是郑丽文加入国民党最初的目标，就是有感于两岸紧张，希望两岸和解，希望除了对抗帝国主义之外，来自内部的分歧不要再变成血流成河。在巨幅的中山先生遗像和遗嘱的全文之前，陈老先生完成了228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的演说。陈老先生说：“我的家族，他的夫妻都是政治受难者，是228和白色恐怖最惨烈的受害者。我今天来到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不是来讨公道，而是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个台湾人身上。历史悲剧的根源是国共内战。”这是对国共内战的深刻反省。99年的当下做这个和解是非常有历史意义，刚好到4月12号，可最后习也没有开口，郑也没有直接开口，可是在这场演讲里面就融入了这个历史的悲剧根源是国共内战，而国共内战的根源是12清党，大陆叫反革命政变。因此，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缔结和平，是国民党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义务。终于有国民党人扛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国民党不能再装瞎、装忙、装聋。蒋总裁所犯的错，终究要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回过头来去面对这个历史的错误。两岸的悲剧根源就是国共内战的开始，所以蒋总裁犯了错，但是今天的国民党也不能否认蒋总裁的存在啊。蒋总裁做了北伐的一个历史使命，打赢了抗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透过在来之前老蒋的报告向蒋总裁报告，我这一席要干嘛？我不推卸历史使命。制药的钥匙交到连主席手中，连主席也当场宣布，先派副主席江炳坤率团登陆，为破冰之旅铺路。同年4月，连主席想到了当年总理魏晋的事业，两岸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立文也在这里向我们本党的总理报告，根据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成功的建设台澎金马。这个东西，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核心是什么？把三民主义建设成所谓的复兴基地，所以台澎金马是依照三民主义建设的。有多少国民党人讲得出这句话？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小蒋依据三民主义建设而产生的成功的典范，成为民主、自由、法治、均富的美好社会。同样的，在大陆，我们也看到了、见证了大陆的进步和建设，超乎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想象。到国父纪念馆进行悼念纪念的仪式，当天，国父的后人孙女士特别从国父的故乡带来了当年他从檀香山带往故乡所种植的酸豆树的种子，带到台湾送给我。21年后的今天，立文也希望种下和平的种子。中山先生一生爱好自然，重视生态，鼓励植树。刚刚也跟我介绍到，其实我也一直很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的重视生态保育，每年都提倡要植树。所以最后，我们希望不要忘记总理临终前留下的叮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文天下为公思想的核心价值，一直都是平等、包容、团结。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岸的和解与团结，创造区域的繁荣与和平。在此，愿吾辈同志以己为心，承继国父的革命精神，博爱胸怀，大同理想。
心境火传，让100年前革命先行者穷其一生所点燃的火炬。革命先行者还特别用了这个大陆人更死。郑丽文这篇文稿真的叫做面面俱到，有深度、有科普、有传承，犹如黑夜中的星斗，继续为革命路上前仆后继的同志们指引方向，并化为青天白日，温暖滋养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生命。让我们共同勉励。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徽，也是国民党最早陆浩东先生设计的时候，在兴中会时期就已经有的党旗，这个算是革命旗帜哦。那这个也是革命最初的精神哦，是陆浩东是孙中山从小的发小，用儿时玩伴。所以用这个青天白日的精神啊，心境火传的内容啊，这是历史上的传承。所以国民党人要点燃自己。所以我意思是说，郑丽文这一篇里面是满满的深意啊，仅仅一个18分钟的讲话，真的是把方方面面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佩服。